下来要走咱们那么这个尽力是干什么呢？来，同学们啊，你说老师为什么提膝到这儿？为什么相合开步？其实很简单。来，这个你要学，浩哥咱不学啊，听话咱不学啊。浩哥听话不？听话咱不学啊。来，想学没问题，想学都得听话，听话咱不学啊。来，助理上场一下啊。链接下了没有？没有。哥哥姐们还有一个在付款，老师再给大家等1分钟啊。然后呢，咱们把今天这个撇身拳的动作正面背面给大家来一遍啊。来一遍之后，咱们开始讲今天的咱第3个环节，动作尽力的环节。把尽力的环节给大家讲清楚。尽力在这个环节当中会给大家去讲解攻防含义。攻防含义的教学，它并不是让大家去打架，而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和明白太极拳怎么样通过咱们的意识和意念来把我们的身法动作带出来。好，同学们，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没有拍的宝贝们抓紧时间去拍啊！老师给大家留着这双鞋呢啊，都留着呢。没拍的宝贝们抓紧时间去拍身拳。大家没下单没拍的抓紧时间拍，最后1分钟时间来走。1，腰向左转，右手由拳变掌。好，来2，腰向右转，两手放松自然打开。好，3，提起右膝，两手画圆相合开步，注意保持左膝稳定。好，腰向左转，两手随腰的带动向左拨掌。好，来2，重心向右移动，两手随身法的右转，重心右腿螺旋向右摆掌。好，来重心左移，左手向下，右手向上，注意重心的运动和手的运动保持一致。最后，左手叉腰，右手轻轻握拳，移动重心，下腰，转腰不动膝，进行一个扣肩压肘的动作。好，来收。来，同学们，那么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呢？好了没有，助理？他这个如果不行了，咱就下了吧，好不好？来，同学们，咱们下链接了啊，下链接了，咱们跟着老师继续往后走啊，继续往后走。来，助理上。那么接下来讲的攻防含义呢，还再给大家重申一遍，所有的动作都是皆为攻防含义，我们两个人在为招试招，在玩，并没有任何的教大家打架的行为啊。我们的目的就是强身健体，让大家的身体在后半生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喜欢爱好的一个东西啊，不教大家打架。来，助理，快，速度，快，速度，快！你怎么比波哥还慢？太慢了啊！好了，同学们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觉得老师啊，撇身拳这个动作怎么去撇，怎么去用身法来带动？撇身拳前半部分我们分成2个攻防含义去教。第一个是一个挣脱加上一个逃脱的动作。你说老师啥叫挣脱逃脱？你看看来。比如说我们2个人在一起搂抱在一块儿，对不对？搂抱在一起以后，为什么要让身体进行一个转腰，或者说螺旋的向上托掌？其实很简单，同学们啊，当我们2手在这儿的时候，这个左右转腰，其实给大家去引导的是一个什么事儿？通过你看2个人如果抱在一起了，我想把他手去向外撑开，其实很不容易，因为2个人都是在朝同一个方向，你往外撑，他往里夹你；你往外撑，他往里夹你。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只需要通过转腰来改变力的方向，逐一攻破。往左转腰，好，左侧劲儿大，右侧劲儿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身体的带动，让腰和整个身体去对抗它的一只胳膊，这就叫以小博大。以小博大，用你腰上和身上的整个的4两劲儿来搏它一个手臂的千斤劲儿，这叫4两拨千斤的概念，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当我们身体一旦转起来以后，一边破了，那另一边一定也会破，看到了吗，同学们？都破了的时候，人就会偏重心。那为什么要提膝呢？看老师的手啊，看到了没有？手哪怕不抓它，不去碰它，只需要提膝，不用提得太高。顶膝在干什么？顶膝起，腿一开，往裆去，往脚上去走，看到了没有，同学们？这就是一个非常巧的一个劲儿。在动作当中怎么展现 ？OK 了。在动作当中怎么展现？看到了没有，同学们？所以第一个力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腰向左转，由拳变掌；腰向右转，好，身体向上打开，向左螺旋，下沉开步，形成了我们的第一个劲儿，对不对？所以碰他的脚，把他的重心碰偏以后，小腿一踢，接下来的动作就是把他送出去了。只因为老师做的这个动作没有那么夸张，如果做的很夸张的话，助理我搂住你啊，你可能飞一下，因为助理的体重比较轻。助理体重比较轻，对不对？好，看好同学们，腰向左转，好，连住你的动作走。
看到了没有，同学们？助理就会直接被绑，直接就会被人直接给他带飞出去。当然助理比较轻，想把他甩飞很简单。但如果碰见重一点的人的话，那就不好甩飞了，知道了吧？所以用你的小力去搏他的大力，用你的腰上的整体的力来搏他一个手臂的力量，知道了吧，同学们？所以这是第一个劲儿，好，感谢助理啊。还有上头还有第二个劲儿了啊。来，同学们，第一个腰向左转，腰向右转，螺旋上提，螺旋相合。大家明白了，来给老师打上2个字：明白。同学们 ，OK 吗？可以不？这是第一个劲儿，所以同学们为什么要突出螺旋？明白了，打上2个字：明白。OK， 明白就 OK。好，来，那同学们走第二个劲儿，第二个劲、第三个劲就好学了啊。第二个劲儿、第三个劲儿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看啊，往左转腰左摆掌，你看好，同学们，往右是一个螺旋向下的动作。往左是一个螺旋向上的动作，看到了吗，同学们？往右是一个螺旋向下的动作，往左是一个螺旋向上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就更简单了。来，同学们看啊，来，助理，大家从这个背后的这个方向看老师啊。太极拳有很多种摔法，远拳、近肘、贴身摔，这些螺旋的过程当中都是用腰在用力，对不对？好。当人在这个位置，我们想要去把人往这边摔，这就是我们说的欲左先右。看啊，来，身体往这儿走，右手往下合，左手往上拖，来，先压下去，来对抗，蹬地，你把腰放着，对，你往这边啊，蹬地。好，蹬住以后，同学们，现在你的身子是不是在往下压？好，顺势走。没事，正着了吧，正着了吧。好，大家明白啥意思了没有？这就叫做按照我们通过弹簧的特性，来，再来一次啊，助理，保护好自己啊。来看啊，同学们，第一个劲儿在向右螺旋时向下去压，去向下合，对方会反方向去对抗，对不对？好，向上去走，变成左手下压，右手抬，走。助理太轻了，助理太轻了啊！同学们明白了没有？所以第一个力跟第二个力，大家可以理解为叫什么？有点像引进落空的感觉。先通过你的螺旋下沉给对方一个力，通过你很放松的感觉，把重量向他身上去压。其实你没有用很大的力，你觉得说老师你压的时候用了可大的劲儿，我没有用很大的劲儿，我只是放松的压在了他的身上，他就会大家想一想，当有一个漂亮大姑娘趴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怎么本能反应？哎呦，别摔，别摔，是不是得往上拖她？所以这就是应用了咱们人身上的这种本能和反应，所以他的身上会不自觉地从他的下盘产生一种向上蹬地的力量。那么太极拳就是要借他的这股力量，通过螺旋的下沉，我再往他身上去压，往他身上去放松，把我的力都沉在了他的身上，那么他就会往上去蹬，对不对？但是我们此时此刻很放松呀，咱们的实腿有非常好的去发力的过程，就会形成一个螺旋上升，借助他的这个劲儿，把人整个抽起来，甚至抡飞出去。所以这就是太极拳当中典型的一个借力打力。它是怎么借？同学们听好了，不是说他平白无故就要借给你，万一他不借怎么办？你要引他的力，怎么去引？来，助理来一下啊，就是就是大家看到那种我们常说的那种小游戏啊，你要引他的力，对，先让对方去抗压去对抗，然后你看啊，同学们，比如说我想让他蹦起来。我想让他蹦起来啊！来看啊，对，助理抽身我就趴下，我不敢抽身，我害怕一扔我松手他出去了。来屈膝啊，保持放松屈膝。我想让他往上跳，我光直接去往上抱他，其实挺不好抱的。往下压就起来了，看到了没有？往下压，找到他那个弹簧的感觉，走。这个时候就好玩了，知道吧？所以你得先给他一个力，让他去顺着你的力去做对抗，然后你再借助这个力，再把这个力给抒发出去。明白了吗，同学们？助理抽身我就趴下了，助理抽不了身。来，同学们，我跟大家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如果说两个人在抱，大家都觉得说老师啊，我在看你的时候，我就像纸上谈兵，我把你的招破了，我写到书上，我写到纸上。但其实真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同学们来，你看啊，我真要搂着助理的时候，来，我喝多了。他的本能反应是啥？他在拖着我，看到了没有？人就有一个这么善良的本能，当每个人要垮掉的一瞬间，好放松，他本能反应是扛着我，他不是会把我扔在地上，不管是你的敌人，还是你的亲朋好友，还是你亲爱的人。好，谢谢啊，助理 ，OK 了，结束了。哎呦，我的水杯，没事儿，买个新的啊。所以同学们看到没有？它是本能的一个搀扶和托扶。
不管是你的坏人还是这个好人，他的本能是这个样子的，他觉得往下掉的这个东西，他一定要去拖，在他拖的时候，那他的力就是你的力，能听明白吧，同学们？这是老祖先的一种思想，叫做什么？那句话怎么来说呢？反其道而为，明白了吗？反其道而为，对，就是这个意思。他的道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理解的这种本能反应，我们要反住他的反应，来反方向的去思考。这是老祖先给大家去理解的这句话，但是大家可能说现在理解不了，但是为了让大家去让同学们知道这个劲儿，让你明白怎么去做。看啊，同学们，把这个劲儿总结成3句话。第一个劲儿，腰当螺旋劲儿，两手捧出。好，第二个劲儿，螺旋向下松沉劲儿。第3个劲儿，螺旋向上托捧劲儿。好，最后一个。当走后弧，螺旋下沉。那你说老师这个动作是干啥的？这个动作有点像拍电影，为啥像拍电影？来，助理再来一下，最后一次啊！这次来就不敢再踢水杯了，再踢又碎一个最后一个劲儿是干啥呢？同学们，这个劲儿就有点像什么呢？这个劲儿有点像拍电影了。为啥像拍电影？来，同学们，咱们从这儿看啊，这个力量就有点像，就是非常巧合的情况下，你拿住了他的手腕，你正好来到了他的背后。然后你的手正好又跟他身上粘到一块了，怎么办？看到他的小手肘了没有？这个小手肘，第一个对这个位置发力，第二个对这个位置发力，第3个对这个位置发力。所以撇身拳走，向上拧转反关节走，对着肘关节的这个位置，肘打也可以，肩靠也可以，手打也可以。所以最后一个撇身拳就是刚刚好，你很巧的拿到了他的右手，你又很巧的挨住他的身体，你又很巧的你的肘和肩膀又能靠到他的手肘上，诸多巧合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你冲着他的鹰嘴骨反方向去使个劲儿，棒，那胳膊就反着突过去了。所以这是撇身拳的这个动作外形。但是听好了，同学们，诸多巧合下才会形成这样的现象。大家不要拿着别人的胳膊来，让我看看你的胳膊，刚给人一下。大家在学攻防含义的时候，听好，同学们，咱们不这么玩啊！云梦宝贝，老师，你们线下课有课吗？有的呀。但不要着急啊，同学们，老师把最后这一点点给大家讲完，讲完以后给大家去说，好不好？对，无巧不成书，敲鹰嘴骨。对，229姐说的是对的啊。然后最后我们就看到咱们形成了一个撇身拳的定式。肩肘膝脚为什么要扣成一条线？因为肩和肘的力要向里去打，要形成一个这样的动作。手往上拧，拧成反关节，肩肘往下靠，砰，靠到里面。那你说这个力量从哪来的？同学们，全屏打上一个字腰全屏打上一个字腰，腰上来的。所以为啥跟大家去讲，动腿不动腰，动腰不动膝，一旦动膝了，力量就全都散了。知道了吧，同学们？全屏打上一个腰，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丹田上的力所以第3部分尽力，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好，听明白了，给老师打上2个字明白；清晰，给老师打上2个清晰。我靠，讲的太好了，那包的呀，云梦宝贝，还不赶紧点上关注，给老师镶个小灯牌。来，同学们，记住了没有？金刚捣对把撇身拳再做一次，走对，为了好记，不要动真的好，身体的螺旋力带动两手开步相合，来走2，小蛮腰转，来走。松沉，上捧，好走腰，看到了没有，同学们？身法也出，劲力也出，螺旋也出。那么很多同学说，老师我觉得你网上讲的特别好，然后呢，咱们线下有没有培训？有的同学们，大家看到老师的名字了没有？咱们同学们7月11号有呼吸，呼吸，对，老师线下免费给做康复，是真的真的给免费做康复。但是大家听好跟上老师的节奏去走咱们在练功的过程当中，有瑜伽会的云梦，如果咱们有瑜伽的功底练拳，那么你一定要比别人学得快，学得好，学的身法更加漂亮。因为太极拳是一个去僵求柔的过程。每个人的身体，大家有没有发现，太极拳在刚开始练的时候，手是根棍，腿是根棍，慢慢身体越感受到力量的变化，你会越来越柔软，越来越找到身体的协调性和运动性。其实太极拳更像是一个什么？同学们，手机。然后我们身体的运动都像是手机的 APP。你练了瑜伽以后，
就相当于你已经有了一个功底在身上，在我们学习太极拳以后，你会更加的好学，更加的好上身，更加的好入门。大家理解了吧？好，那么咱们不再给大家续了，咱们开始往后讲最后一个重点，呼吸了。那太极拳的呼吸，咱们总结成3句话，同学们打在公屏上啊：开吸合呼，起吸落呼，蓄吸发呼。那么这3句话将会是你撇身拳当中受用终身的一句话，也是我们以后在练老家一路的过程当中受用终身的一句话。为什么这么说？来，同学们，好，同学们，是不是跟老师给大家讲的开吸合呼、蓄吸发呼、起吸落呼正好相对应？来看老师的背面啊，金刚捣对，保持放松。来，以身为螺旋，开吸。周身下沉相合，合呼，也符合起吸落呼。好，来走开吸，螺旋打开。好，合呼，下沉相合，呼气。来，螺旋上升，吸气，周身相合。呼气，落呼。好，同学们，你从背后看是不是完美契合？所以同学们，你记住这3句话，太极拳的呼吸也是那句一通百通、一通百通、一应百应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很多同学说，老师啊，太极拳的呼吸你能不能教教我，能不能动动我的身体？其实呼吸就是这3句话。开吸合呼，起吸落呼，蓄吸发呼。哎，同学们，这个慧心同学问的特别好，为什么特别好？因为大家发现老师喜欢把复杂的问题给大家简单的讲出来，再从简单的角度带着大家去深入了解，再从深入了解之后再简单的直接就走出来，是不是？那么这个同学问的说，老师每一个呼吸的长短不一样吗？不是长短不一样，你应该理解为是粗细不一样。老师，啥叫粗细不一样？你这跟长短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吗？那粗细跟长短有啥区别？来，同学们，那粗的气是不是有劲儿？细的气是不是很长？你看，粗的时候短促，细的气所以大家想想，我为什么去跟大家讲劲力上面去跟大家去讲攻防含义？为什么螺旋提吸要吸气缓慢？因为它劲儿长，先向左，再向右，所以细匀缓长。好，呼气，粗沉相合。来，细长，螺旋外蓬，呼气，粗长，下沉进入相合。来，吸气，细长匀缓，呼气，周身相随。所以同学们，你有没有发现太极拳的动作的快慢，它也跟你呼吸有关系？你说老师，我看有的老师啊，一打拳的动作的那个节奏感，吸气1、2起，然后唰就开步，然后走慢快慢快，好像总让人猜不到他下一个动作的速度快还是慢。其实你都猜得到，猜得到哪？呼吸的粗长和劲力的蓄和发，形成了我们太极拳当中动作技巧和动作的一些规律的一个显现。大家明白了，打上2个字明白。你说老师，那么多打那些竞技的人，为什么他的身法这么好看？为什么他们打完以后都不喘，然后敬个礼就结束了？因为人家在越来越好。爱你们啊，不见不散。